Hello， 大家好啊！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两天清迈比较冷，但是清迈的冷呢，我觉得是一种凉爽啊。晚上的气温大概能降到9度到10度啊。对于我这个东北人来講，我覺得非常的舒適啊，所以下午我就和 Tracy 出來喝杯咖啡。這期節目呢，想講講什麼呢？想讓老師啊，給大家從玄學上去分析一下啊，或者是八字上。其實我們玄學裡有一個東西叫吉時局，就是當時的這個事件發生的這個時間節點，它都有一個固定的八字啊，尤其是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發生的時間啊，這就更好了。所以說這就像一個人出生一樣，他就有了自己的一個八字。所以本期呢，就讓老師來講一講香港鴻福苑的這場大火，發生在11月26號的這場大火，它在玄學上啊有什麼聯繫？它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火災？為什麼發生在今年的乙巳年？發生在丁亥月啊？發生在己亥日？而且當時的這個時間應該是個辛未時啊，我記得。為什麼呢？大家對這個感興趣的呢，可以等待啊，馬上在這個視頻後半段，老師對這件事情的這個專業解讀。我在看這個片子的時候呢，因為我要剪片子嘛，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這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它自己的聯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麼對於本次事件的處理結果啊，可能還沒有處理結果啊，或者說是現在發生到現在啊，這個香港政府的一些回應啊，或者是咱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啊，對於這些東西我個人的見解呢，我會再錄一期視頻去講這個東西。本期我先不講了，那麼接下來呢，大家就看一看螞蟻。那麼接下來呢，就請大家觀看老師對這件事情的這個八字的解讀。大家好，我是龔晨。香港大火已經過去1天多了。昨天我在發祈福短視頻的同時，我們也有觀眾在我帖子下邊留言說想看一看，能不能夠從傳統文化或者玄學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這件事情。今天早晨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課，磕完頭之後馬上來跟大家拍這樣一段視頻，做這個事件的一個玄學分析。我們是從八字的角度來做這個事情的事件的所有過程的對應。當然我們還有很多的其他的工具，也可以讓我們用來做判斷、做回顧、做整理和分析。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樣的內容，這條視頻播放量還可以的話，我也會在後期逐一的再給大家用其他的工具再做分析。我曾經在網絡上做這樣的分析的時候呢，有一些觀眾講說你這個是馬後炮你都沒有提前預測出來。我講這個事情呢，很多的天災人禍是我們預測不到的。我們現在用這種傳統命理的或者說玄學的方法去做分析，去做回顧或者說復盤，這個事情本身是對我們生活一個進一步的理解。而學習了這些技巧和方法工具之後呢，我們今後完全就可以借助它們對我們自己的生活做判斷和指導。所以我覺得它的意義還是非常大的。這期視頻可能時間有一點點長，希望大家能夠耐心看完。好，那麼我們來看香港鴻福苑大火發生的時間，當時排出來的八字。昨天我們有一位熱心朋友已經把火災發生的時間，具體的時間在評論區給我標出來了。應該是在11月26號的下午2點40分到3點鐘就是在辛未時。整體這個事件發生是在辛未時。我們來看看這個當時的局當時的八字局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首先我們看日子日子是一個己土日是一個己亥日。那麼對於己土這個日元來說呢，這個是代表這件事情的本身那麼對於這件事情的本身呢，它的面臨到的困難、壓力、麻煩是什麼呢？也就是克制這個日子的這個能量是一個土能量，日子是一個土能量，然後呢天干上透了一個乙木，也就是今年的年份的乙木乙巳年的這個乙木它是直接來克制這個己土的。而且這個乙木呢，它是一個七杀。七殺我們講
在所有克制我自己的能量当中，一个是正官星，一个是七杀星。官杀星的话呢，正官的能量相对的会温和一些，七杀呢就是来势凶猛的这種意思。而本身己土呢，它是一个阴日元，一个阴性的天干，乙木呢也是一个阴性的天干。我们讲阴性天干做七杀的时候，它的能量，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大的，是更大的。乙木作为阴性的官杀星来克制这个己土的时候，它就在生活当中代表了灾祸、麻煩、官非、小人，而且它又是一个来势汹汹的恶性能量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七杀，对于这个己土来说呢，就是非常的不利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乙木的七杀，它有没有来源，它有没有地支的支撑，实际上它是从这个未土里边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七杀是有根的啊，这个乙木的根气在未土，所以这个七杀呢，它是一个實實在在的殺，是一個非常大的麻煩，它的來源就在這個未庫裡邊啊，在這個未土裡邊。然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前天這個日子它是一個歲破日。什麼叫歲破呢？我們前面有一條視頻講了月破日啊，實際上月破跟歲破的概念是一樣的，也就是這個日子呢，這個亥水日己亥日的能量和我們的太歲衝戰了太歲，那麼叫做歲破。如果說衝戰了這個月上邊的這個月地支，那麼叫做月破啊。月破上次我們有視頻了，這次我們講正好是這一天發生這個事情是歲破，破的這個日子能量都是會非常的凶的啊，都是非常凶。好，年上的這個太歲是巳火，然後月上是一個衝太歲的月份，日子又是一個衝太歲的日子，合在一起，所以這一天前天這一天的衝戰能量非常大。我們講衝戰的能量非常大，而本身這個太歲就是一個火能量啊，所以引起了跟太歲能量相似的相關的這種災禍。那麼大家說，哎，這個兩個亥是兩個水啊，兩個水去衝戰去克這一個太歲的這個巳火，還克不掉嗎？實際上我們講，如果單看一個八字的話呢，這兩個亥水是可以把這個巳火滅掉的啊。但是這個事情為什麼發生了啊？而且發生在這樣一個時辰，我們就要看到，其實這個未時呢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這個未時起了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作用，為什麼呢？亥未如果大家知道這個地支的三合局的關係的話呢，亥未是拱合了一個木局啊。我們講亥卯未是合木局的，所以呢亥未拱合了一個木局，這個亥水就不去衝這個巳火了。在八字當中我們有一個說法叫做貪合忘克，貪合就忘記去克別的東西了。這個亥水本來應該去克這個巳火，結果呢他去合這個未土啊，而且這個亥水其實呢他直接衝到這個巳火，但是實際上遠遠的有這樣一個未土，他也願意去合這個未土，所以這兩個亥水都來合這個未啊，兩個亥水都來合這個未的時候，他們的這個去衝克巳火的能量，衝克這個太歲的能量就小了很多很多。而這個亥和未拱合又拱了一個木局啊，又拱合成了一個木局，所以這個木又來生了這個巳火啊，等於它本來應該亥水去滅巳火，結果它變成了一個木頭啊，它合成了一個木局，生了這個巳火，所以造成了這個太歲帶來的一個火象的這樣一個災禍。然後第三點，實際上我們來看這個天干上還是透着一個丁火，還透了一個丁火。這個丁火呢，對於這個日元的己土來說，也不是一個特別好的事情啊。這個丁火實際上在相法當中呢，我們就可以看得
看到很清楚，它是一個火苗的意思啊，是一個着火的意思。這個丁火也有根，這個丁火的根也在未土裡邊，所以呢，這個未土呢，它是一庫的木頭啊，它是一個木庫嘛，所以呢，它在這個裡邊，未是起了關鍵的壞作用的這樣一個能量，而事件就發生在未時，還沒有進入申時，馬上進入申時的這個時間段，所以這個未呢是一個罪魁禍首。這個時間發生的這個事情，未是一個在能量的角度來說，它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能量，既把這個亥也合住了，不讓它去克這個巳火，然後呢又透了丁火，又透了乙木，所以它是一個矛盾結合點，矛盾的突出点，並且我們看丁火在天干上邊，它同樣也壓制了下邊的這個亥水去克巳火的能量啊，因為我們在盲派的理論裡邊有一個叫做干支自合，天干和地支它自己相合的这樣一個能量。干支自合的話呢，天干和地支之間互相是有牽制力的，而丁亥這一柱的話呢，就是一個干支自合，亥水裡邊有壬水，實際上它是一個丁壬的這個天干五合表現在同一柱上面啊，叫做干支自合。这種干支自合就直接控制了这個亥水的能量，這個月柱的亥水也沒有辦法再去克制這個巳火，所以這個火着起來就沒有任何的這種牽制力了。所以我們再把3個關鍵點梳理一下。第一個，乙木的七殺透天干，從未裡邊透出天干來克日元。第二點，太歲和月和日的地支是冲戰，是一個岁破日，而太歲應了這樣一個火象的災禍。第三點呢，我們的這個亥和未又相合成一個木局這個木局呢又助長了這樣一個凶禍的這個能量。然後第4點呢，天干透的這個丁火也是從未裡邊透的未是這個未時應到的這個時間是非常凶惡的一個時間。前邊我們說的是從理法上邊從理法上邊我們分析為什麼在這個時間段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麼後邊我們還可以說一下相法從相法的角度來說的話呢，這個裡邊這個局裡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相那麼首先這個乙巳乙木在相當中它代表風所以說這個26號當天在現場應該是風還是比較大的乙木代表風。那麼巳火呢，實際上它在巽位它也代表風巳火也有風的意思，當然它是有火這個巳火呢在年柱它是首先發生的一個事情。我們也看到報道當中說弘福院的這個火災呢是從一個某一個樓的下邊下層1層開始往上燒的這個是一個巳火借着乙木的能量生住它，並且借着這個風的傳播力向上去影響到整個樓體。然後第二個我們看這個年柱是這樣月柱呢，月柱第二個丁亥，丁亥代表什麼？丁火，這個是一點點的火星小火着在哪裡？亥水，着在這個亥的位置。亥呢，其實在相法當中呢，它可以代表帳布就是帳篷布，也就是我們這個火呢是從這個布上邊開始燒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報道裡邊看到的它的所有的圍擋這個在修這個樓的所有的架子上邊還有很多的這種綠色的這個圍擋布，火是從這裡開始燒的。然後第三個它怎麼傳播的它如何去傳播的，就是走到了日柱。日柱這裡的話呢，己土有一個外牆的相就是一個表層己土是一個薄薄的土，也在相法當中呢，它代表一個表面表層的這個意思。
然後它是一個楼体的保溫層的這個概念，所以呢，我們看實際上這個丁火呢，把這個保溫層就是起的這個火把保溫層引燃了，引着了。這個保溫層呢又是非常多的这個聚酯纖維的這種材料，所以呢易燃，而且呢容易產生這種致命的毒氣。而這個氦呢，仍舊是這個氦呢又是這個保溫材料，又是帳布，又是一種噴發的相一種噴射的相，所以这個是相上邊第3步相道走到了石柱之後呢，這個石柱就整個的小區如何去把它引燃的呢？辛位辛位就特別像這個我們在看到小區裡外邊搭的這個脚手架腳手架，也就是它這些木頭架子本来它應該是如果說是用鋼筋或者說用鋼管來搭的話呢，就是一個辛金的相，但是它實際上這個管子這種長长的管子是一個辛金的相，但是呢它用的是什麼？用的是葦，用的是木库，用的是一库的木头用的是很多的木质的产品，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它用的是竹架，是吧？竹架的话呢就是这种就是这个葦的相辛位就非常像它这个它搭起来的这种架子，所以最后这個火勢怎麼蔓延的，是由辛位這裡由辛位這裡這個架子開始直接蔓延到整個小區。這個是我們從相法當中我們前面分析的是理法這個後面我們分析的是從相法的角度來看這個都代表了什麼東西好，那我們看接下來這個時辰也就是3點鐘之後。3點鐘之後呢，應該是我們現場有消防人員已經到場了。消防人員已經到場了呢，消防人員用這個水要去滅天干上的火丁壬合壬水是可以合住這個丁火應該是能把這個火滅掉的。但是看似天干合了，地支卻不是一個好關係，地支不是一個好關係，所以呢，這個火也沒有控制住地支是什麼樣一個關係？我們講。申和亥2個字，它叫穿亥的關係穿亥的關係這個所以呢這個申和亥相穿亥是什麼樣的一個表現呢？也就是本身壬水要透到天干上去滅丁火的時候，這個壬水要有它的根氣的支持，它才可以滅到這個丁火但是這個地支的這2個亥水作為壬水的根氣被這個申金穿了什麼叫穿呢？穿是這種不匹配、信息不對稱、不對等這樣一個狀態。所以呢，這個申金代表水管子，然後亥是申金，是這個水管子裡邊的水這個水管子不夠長、不夠高，因為那個樓太高了，而我們這個消防人員的配備的這些器械呢達不到那麼高的一個高度。所以這個水的天干上這個壬水要去滅火的這個水，它的地支的根氣被申金這個時辰給穿掉了，所以這個時辰滅不掉火，滅不掉火的時候，它就越發的這個火勢越來越旺所以最終造成了這樣一個慘劇。對於香港大火的玄學分析，我們暫時先講這麼多。如果大家還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內容，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我們下次再見，謝謝。